Hello，大家好。我们先试一下麦克风的声音，我这个啥都没有。还没上线，你要开声一下，对对对，重新进入。今天我们计划就是和范范一起，呃，画面没问题。今天我们计划就是我们今天计划就是把那个平时语线，然后练一下。我和范大夫示范，同时一步一步带着大家。看直播的观众可以跟着我们一起练。之前发过一个简单的教学视频，有人反映还是不太明白要领。我们今天就从头开始。建议大家就是光着脚，穿着袜子可以，或者薄一点的鞋都是可以的。最好还是光着脚，你脚底的感觉可以更充分、更舒服。然后现在我就用一根绳子，我就不用绳子了。嗯这个绳子呢不用摆成一个直线，只要有一个形状，你顺着这个线去走，然后你的脚也会跟着左右摆，然后身体就可以得到更多的这种感觉。你第一步，你先把一只脚踩到绳子上。我没有绳子，我就找一条线，这个地板上有一条线，我就在这条线上走。然后有的观众在评论里面问说，如果一定要走这个一条直线这种猫步，就看起来很奇怪。实际上不用走这样的，你就是直接正常的步态，两个脚跟两个肩平行，正常走。你只要想象脚底的脚跟一直到脚趾有一条钢丝或者钢索在这个脚上，你去找那个触感。实际上可能没有，但是你去想象是有这样。它就有这种效果，就是你的神经反馈会重新建立你的学习，你的神经系统还有这个重心直线都会得到一个重新的锻炼。嗯，我们先把一只脚放到一条线上，这个时候呢，我这里虽然没线，但是我是去想象我的体重在脚的这条线上去集中，然后放在你这里有一根线，你就去用脚感受它的脚和绳子接触的这个感觉就可以了。然后下一步呢，我们就去把另一只脚离地。这个一开始可以随意一点，呃，走一走，晃一晃，或者就是我正常的迈步，然后找一找前面的绳子在哪，然后脚边落地也行，脚跟落地也行，全脚掌落地也行。初学来说，我们建议是你全脚掌整个平起平落，整个落在这个绳子上面，这样你的感觉会更丰富一些。也避免我们日常行走一些不好的习惯，造成肩脚跟或者中脚尖、前脚掌、后脚掌它的受力不均。这个时候你先不要着急把重心移过去，重心还是在后面踩稳这个脚，然后用前面迈的这个脚呢，慢慢感受，已经觉得找到这根绳子了，然后我们重心再一点点挪到前脚去，步子不一定很大，但是我们把重心一点点移过去，移过去之后呢，身体不要晃，现在很稳定的。你没有感觉到后面的脚就开始压力越来越小，前面的脚压力越来越大。你重心移过去的一个很大的标志就是随便抬起后面的脚都不会影响你的重心稳定。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放心的把脚往前迈，多重复刚才那落地，找前面的绳子的部分，确定找稳了，调整几个呼吸，看看自己的上半身有没有紧张，腰胯、肩膀有没有紧张，不紧张的话放松，做几个深呼吸，调整一下重心，然后重心慢慢再移动到前面的脚上，都移动过来之后，再迈步落地，调整一下呼吸。一开始初练的话，我们大概每个动作做5秒钟左右，这样你也是给自己身体一个准备，也给你的脚踝、膝盖、腰、脊柱各个部分一个调整的时间和空间，让重心慢慢移动过去。移动过去之后，身形已经稳了，停个
两三个呼吸，或者停5秒，5、4、3、2、1，好，重心移过来，可以迈步了，轻轻落地，落地的时候不要着急移动重心，前面可能是悬崖，可能是很薄的冰，如果一不小心你直接一脚踩进去，就可能掉到悬崖下面去了。啊，确认脚底的钢丝已经踩稳了，跟你的脚面都已经贴得很实很实之后，我们再一点点把重心从后脚移动到前脚。这过程里面不能低头，你低头就会变得非常不稳定。对，你低头，如果低头不看脚的话，你的人的平衡系统会出现混乱。人体是有3个平衡系统，一个是本体感觉，一个是眼睛，还有一个垂体。所以你如果去眼睛去看的话，就等于你的眼睛和垂体和本体感觉在互相打架。然后我们这个训练主要是练本体感觉，所以一开始可以眼睛稍微的看一看远处，看一看高处，但是尽量不要看地面，看地面你可能就站不稳。然后我们到后期就是闭着眼睛，啊，这时候我们就往后倒，往后倒就是重心移到后面，移到后面的脚，然后前面的脚解放开，前面脚没有压力之后，往后落地，不要着急移重心，重心还是在前脚，放松倒一倒，头顶、肩膀、前胸后背、腰、胯、肚子有没有紧张？没有紧张，慢慢移动重心，移动到后脚。调整一下呼吸，两三个呼吸，5秒钟左右，然后再迈步落地，重心还是在前面的脚，刚才是后脚，现在这边前脚，迈步的这个腿，它其实已经改变你的重心分配了，只是我们没有把它们重心移过去。这个时候，你的身体体内骨骼系统、平衡系统、身体就是在调整平衡能力的。慢慢移动重心，重心到了后脚，我们再调整几秒，大概1到2个呼吸，3到5秒，我们的神经系统就会自己学习。你的身体其实比你的大脑运转大。迈步落地，调整1个呼吸，2个呼吸，3个呼吸，然后会发现刚才可能有点晃，就开始站了。移动重心，重心都移动到后脚，前脚可以随意抬起，不会影响你的重心，不会影响你的身体稳定性。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迈步落地，还是停3到5秒，移动重心到后脚，迈步落地之后不要移重心，5、4、3、2，移动重心到后脚。移动的过程也尽量慢，1厘米1厘米移动，这样你更好控制，不会因为移动重心太快而晃。然后后脚就站了，抬腿落地，不要移重心。我们3到5，1、2、3、4、5，移动重心到后脚。1、2、3、4。我们又回到一开始的位置，这个练了一遍，你感觉就一定有可能有提升。感觉倒推好像很难保持。我日常我就是往前走，
所以重心会容易往前，嗯所以也更容易往前跌倒。嗯，然后往后练呢，就是让重心能够回到脚跟多一点，哦，同时可以练一下后侧的肌肉群，让我们更心态稳定。嗯，上一遍刚才有没有在线的观众？嗯，有。这个跟滚轴练的是一样的。不一样，滚轴练的更多是平衡能力，这个就是相当于是静态，这个是动态的练习，所以应该是你滚轴练的长一点之后练这个体验。当然你看个人的性格，有的人就是觉得滚轴比较枯燥，看着不动。好处就是你可以一边看电视啊，一边听音乐去练，这个就更多需要练我们心神关注的多一点，就是你要全神贯注的去练。啊，因为如果不全神贯注，就是虽然是平地，也有可能会摔倒。嗯就是看你的平衡能力，看你的目标。每个人选择不一样。这个练的会更多一点。走路的话，老话说就是百战不如一走嘛。所以我们一开始没有太强调站桩的方法，就是先从走开始，从走开始练的更多，其实效果更好。大家可以跟着我们再练一练，我们再试着做一下侧面的演示，然后看看你跟这个把我从这个方向，还可以看一看这个前后的这个方向，这样能够看到我们两个重心移动的情况，也是跟一条腿站着，然后另一条腿迈步，迈步可以看到我的重心在后脚，身体是稳定的状态，这个时候前脚迈步可以离地。如果你不能离地，那说明你的重心是往前太多了。停3到5秒，把身体放松，呼吸调匀，重心一点一点移动到前脚。现在就是重心都移动到前脚的状态。这个时候的标志就是我可以随意的后脚离地，不会影响太多的重心稳定。这个时候我们轻尽量在迈步，慢慢的落地。找到前面地上的绳子，即使没有绳子，我们也试图去找这个感觉，脚不包裹住这根绳子，让你的地面和脚的接触更稳定。重心慢慢移动到前脚，前5秒，5、4、3、2、1，迈步，落地，1、2、3、4，移重心，1、2、3、4，落地，1、2、3、4、5，移重心，1、2、3、4、5，迈步，落地，1、2、3、4、5，移重心，1、2、3、4、5。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往后退了，往后退就不迈步，直接就移重心移到后腿。5、4、3、2、1，然后放松，保持稳定的情况下，把前脚离地，走到后边，重心不要移动。5、4、3、2、1，移动重心到后脚。5、4、3、2、1，迈步，最好前脚掌离地，重心不要移动。5、4、3、2、1，移重心，移重心不要着急迈步，
频率引导，或者轻量3个呼吸，5、4、3、2、1，开始落地，全程保证上半身的稳定，5、4、3、2、1，慢慢移动重心。真正就是感觉自己的身体的肌肉力的感觉很分析，感觉你的关节在什么地方，重心在什么地方，身体是如何给你的有方，有方的身体它是一个地方，开始落地，只要你重心站稳的情况下，5、4、3、2、1，慢慢从重心到后侧。确定重心移过来，你轻松的前脚一踢，这个时候，所以你如果不是很确定后面能移过的话，就是左边身体重心，这个时候就保证至少大多数的重心是在后面，然后5、4、3、2、1，落地，落地也是这样，如果你按这控制法说，有的人我们学的时候看着他就是习惯飞过地就直接过去了，那这个就是你办的不可以，你就先小边落地，先不着急完全落地，5、4、3、2、1，再慢慢落地，重心移过来。然后我们就释放了一下，从侧面看来，大家在线上的话能不能看清楚我的这次声音有没有好一点？我们之前是这个麦克风不太会设置这种降噪模式，可能对声音会有一些损伤。这次调整过来看会不会好一点？不行的话，可能就要换麦克风。有线上的朋友留言，有新的留言。好，那我们再提高一点难度，大家练了几次之后，就是有的人平衡能力更好，还是有点回音，还是有回音。回音。可能是我们这比较空旷，它这个层高很高。哦，是的。相当于轻的，那个音量。我听一下。是可能是有点是那个是我来换一个我的沟通可能这个有关系。更不清楚了。更不清楚，还是我本身口音的原因。不能，听着是，我离镜头站近点。跟这没关系，应该。还是麦克风位置的话。我叫他谢谢说。谢谢说。我换个麦了，要看看你现在。我觉得是我说话口音的问题。听的是哪些声音？听的是哪些声音？听的是哪些？我们麦克风换过来。对，声音它这个该让。我觉得是这个空间的问题。晚了，我们继续练。大家主要先动作吧。我问题就是我们线上留言。大家主要先动作。
哎，我应该没选错，没选错啊，都提前设置好了，也试过。不知道，就是下步我们再继续换个方法，看看能不能好一点。嗯，那我们在下一步呢，大家如果说觉得太简单了这种练习，就是第一步嘛，你睁着眼睛，然后你的身体的稳定性很好，活动能力很强，你觉得没有挑战性，我们可以稍微加一点点难度，就是每一步呢加一步，屈髋屈膝，大腿跟地面平行的状态，然后每一次都停在这里，然后停5秒再落地。4、3、2、1，重心往前移动，停5秒，5、4、3、2、1，然后开腿。这个呢，就是增加了一个屈髋屈膝，像中部疗法里面它这个髋式实验，呃，Spoker 测试，就是让髋关节抬高或者胸部来，如果你的骶髂关节如果有问题的话，它就不能正常的动。很多武术里面是要求的这个稳定性，经济独立，然后慢慢落地，落地之后不要着急移动重心。5、4、3、2、1，重心往前移动，往前移动过程脚跟尽量不要离地，后脚的脚跟还是贴着地，就是你要全脚掌，这样可以充分的拉伸后腿的筋膜，同时也是起一个相对稳定的作用。开腿，尽量是膝盖跟地面平行，可以多停一停。5、4、3、2、1，慢慢落地。就是如果你的内收的控制能力不是很强，不一定非要走这种一字形，你稍微侧边一点也可以。移动重心，4、3、2、1，好，抬腿。5、4、3、2、1，落地。5、4、3、2、1，移动重心。5、4、3、2、1，抬腿。5、4、3、2、1，这次我们直接后退，脚落到后面，重心不要移动，重心还是在前脚。5、4、3、2、1，重心慢慢移动到后脚。5、4、3、2、1，抬腿，注意膝盖是90度的，大腿和小腿90度，大腿跟地面平行，脚踝放松。5、4、3、2、1。我看那个吕良伟经常演示这个动作，就是表示他的马步很稳。其实跟马步没关系啊，就是你的骨盆的结构比较稳，然后脚踝的能力好，就是你待多长时间都可以往下压不是。这个就是一个他说叫开发，其实只是一个基本功。然后我们落地。5、4、3、2、1，重心移动到后脚。5、4、3、2、1，抬腿。
要想站得稳呢，关键不是说抬起来这个腿，抬起来这个腿你只要有力量，就是可以完成一个稳定的结构。关键是你要站稳，支撑腿，膝盖不要绷太直，膝盖稍微弯一点就可以站得动。然后落地控制，重心还是在前脚。五、四、三、二、一，重心移动到后脚。五、四、三、二、一，抬腿。虽然抬着腿，上半身也要保持放松，不要较劲，不要太紧张。大家如果习惯的话，可以叉腰，前后手都可以，抱着肩膀，对着手都可以，你自己怎么舒服怎么，主要是跟你的肩膀状态有关系。往后落地，五、四、三、二、一，重心后移。五、四、三、二、一，抬腿。五、四、三、二、一，我们落下休息一下。加上抬腿之后感觉怎么？可能这种练习确实能帮助，就是让这个稳定的时间变得更长，然后也更好去找那个感觉。好多人练完以后是会觉得，就是站在平地上，你的脚也是更贴向地面，抓地更稳。真的有，然后同时你脚抓地的更稳之后，你的膝盖还有你的腰就会放松下来，后背也会更容易打开，更容易挺直。如果你的脚踝这里是松弛的状态，就是穿一些软鞋，它太松弛，结果就是它把这个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往上传达，上面要用力要收紧，才能保持稳定，不然你晃来晃去就很容易跌倒。但是跌倒是一个本能，就是你的底层神经会控制不让你跌倒，所以就会让身体收得很紧，这就是很多无意识紧张造成的原因。好多人觉得说，我一天什么也没干啊，我也没有干体力劳动，我也没有干什么很辛苦的工作，就是正常一天过去了，就觉得好累，然后肩膀很紧，头也很紧张很疼，然后浑身都不舒服，包括有些人是感觉到肠胃，因为他的腹肌核心本一直是收的很紧，虽然是收的越紧，你越没力量，或者说叫没有力量，它就收的这么紧，它是处于一种紧绷的状态，这种是无效的状态。文武之道就是一张一弛，你能够放松，才能够有力量。大家这么说可能很抽象，结合到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例子，大家知道这个弹簧嘛？弹簧你压的越紧，它就越有力量，对吧？但是它逐渐往外拉伸，它也是没有力量。然后它是取决于这个弹簧的弹性系数，所以你是这个弹性系数越好，你身体的紧张和放松的这个范围越好，它的力量稳定性就越好。如果你只是一味的紧，一味的紧，一味的紧，这个就很容易疲劳了，就是弹簧的话，就弹性系数就崩了，它就碎了，就要不然就折掉，要不然就没有弹性了。我们看到很多用的时间长的弹簧就没有弹性了，就是这个原因。人的身体也是一样啊，也不能太紧张，一定要学会主动放松。主动放松最好的就是练呼吸，但是很多人对呼吸的控制，稍微一控制，一练呼吸就很容易紧张，很容易憋气，就说明你的胸廓还有胸椎都是处于不太好的状态。这种我们认为就是和你整体的这个重心和稳定性有关系。大家练一练这种行桩，练一练我们的神经曲线，就可以很好的让前胸后背释放出来，你可以更自如的呼吸，呼吸更顺畅，然后身体就放松下来。有的人也可以进入到这种很专注的、注意力集中的这种心流状态。
熟练以后，我们说了不要看手，不要看地面，你可以拿着手机看手机，哦，然后可以拿本书看书，也可以看电视，也可以听音乐，但嗯是你的心神要分一大部分到动作上，控制好重心，控制好你的每一步的抬脚、落地、移动重心，这就是这个功法初级阶段的核心要素。看看留言有没有这个关于这个动作的问题，没有的话，我们下一个剩下的时间就是来讲这个前锋开合。嗯，现在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前锋开合我们之前好像是没有拍视频来讲，主要是要做一个分开，不用太宽，就是两脚与肩同宽，或者稍微窄一点的，看你的控制能力。怎么设自己的控制能力呢？就是我们从脚并在一起，然后重心放到一条腿上，这时候你是迈步，这个距离不会影响到你的重心的稳定就可以。有的人就只能迈小步，有的人就是迈大一点的步子。如果你要迈特别大，那你就重心肯定就移过去了。哦，是的。所以我们要控制这个重心，这个步子不需要太大。我们先分开一点，两个脚分开，重心都移动到一条腿，我们拿左腿为例，停5秒，5、4、3、2、1，然后抬腿迈步，就好像一个门槛迈过来，脚尖轻轻点在左脚内侧的边上，重心还是在左腿。我们先不加上半身的动作，5、4、3、2、1，还是想象有一个门槛在中间，我们才得把那个门槛迈过去，然后脚落地。如果你控制不好，就光脚尖落地就可以。停5秒，5、4、3、2、1，然后重心慢慢移动到右腿，保证上半身稳定，不要晃，不要偏歪。都移动过来之后，可以停5秒。如果你觉得重心的移动没把握，可以把脚跟离地，停5秒，5、4、3、2、1。想象有一个门槛，抬腿迈过它，脚尖落到右脚的内侧，重心还是在右脚，左脚尖尽量不要移动。停5秒，5、4、3、2、1，抬腿落地。大家一开始不熟悉这个距离，可以在地上放两个小的标志，比如放两个矿泉水瓶，放两个小玩具作为标志，防止自己控制不好，带的太多，重心就控制不稳。停5秒之后移动重心，都移动过来之后停5秒，5、4、3、2、1，迈步，脚尖点地，停5秒，5、4、3、2、1，迈步落地，停5秒，5、4、3、2、1，移动重心，停5秒，5、4、3、2、1，迈步，脚尖点地，5、4、3、2、1，这个是脚下的动作。
手上的动作呢，我们文档上写的是要双手合十，有的人可能是有宗教原因，觉得这个动作不是很好，就是其实是跟宗教关系不是太大的。我们可以就是从基础的开始，只是做一个上肢、手的开合，还有身体的俯卧，还有仰身、屈曲和伸展。先说手的动作，两个动作呢，一个是手抬高，手掌朝前，尽量高一点，最好是到你的两个耳朵旁边，或者是更靠后一点，这样你的前面就是打开，胸部是打开的，这是伸展。然后往下呢是手心朝下，然后也是手最好是能够够到身后，属于也是一个伸展的状态。先初开始练的时候，就是不用合十，先掌握你身体的俯仰和肩膀的开合是更重要的。这是手的动作，我照它侧面往前俯身呢，大家可以放到自己的腹部沟这里，是以这个轴，髋关节这个轴为重点，而不是用腰。我们从骶骨、腰椎、胸椎、颈椎尽量是不动的，然后往前倾倒，有点像 Michael Jackson 的动作，但是会不太一样。这个就是和我们的腿的角度大概10到15度就行，不需要动。我可以做这个动作，但是对普通来说意义不大。就是10到15度，然后你能感觉到任脉收紧，感觉到腿的收紧，就已经足够了。我们日常的初级功法不要求很高，大家量力而行，千万不要说我退休一定要做到90度啊，什么更低啊，没有意义。就是做一个简单的俯身就可以。传统就是一个行力动作。长俯身的时候，手就是往后，往后来后伸软，还是手掌朝上，这个开，然后就是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两个肩胛往里收，相对紧张是正常的。对，正常。然后回来往上俯身就相对容易一点，就是手臂伸展、伸展、伸展，带动多稍微你能看到之前在你头顶这个位置就足够了，不需要太高。我们先试一下，就是一只脚原地不动，一只脚承重，左边点在旁边，然后手掌外旋外展，往前俯身，5、4、3、2、1，好，转过来，朝上，抬头看高处，5、有困难啊。2、1，好了，这就是前蹲开合的动作。你稍等一下，我们一会儿直播完了。前蹲开合就是做的一个天地，然后开合就是左右，所以合起来就是这几个方向结合，还是手打开，往后展，前俯身，伸展，然后换一套腿，我们看看正面，正面就是不是那么好看。传统功法就是不是为了给别人看，不是为了美观，所以它设计了很多动作，别人看起来不是那么舒服，你自己练的舒服就可以。手掌外旋外转，手臂伸直，往后，身体往前俯身，
1、2、3、4、5、6、手看条数1、2、3、4、5，这就是一个成功开课的基本动作。那我们下面就是试着把这个左右横移，还有持续和伸展都结合在一起。但是重心两脚分开，重心在一条腿上，抬腿落地，脚尖点地，最后我们就不用停了，直接做前仰和后合的动作就行。手掌伸展开，外旋外展，后1、2、3、4、5，伸展1、2、3、4、5，回到中立位，抬腿落地，1、2、3、4、5，移动重心，1、2、3、4、5，抬腿落地，双手外旋外展，手臂伸直往后，前俯上半身，1、2、3、4、5，手臂往上伸展，开头1、2、3、4、5，回到中立位，1、2、3、4、5，移动重心，1、2、3、4、5，迈步落地，外旋外展，后伸俯身，1、2、3、4、5，抬手抬头，1、2、3、4、5，回到中立位，对，落地，1、2、3、4、5，移动重心，1、2、3、4、5，抬腿落地，外旋外展，后展，俯身，1、2、3、4、5，伸展手臂，开头，1、2、3、4、5，回到中立位，我们做一个练了2下，这个感觉强度就上来了。是，很多人会发现我站直的时候是可以站得很稳，迈步移动重心都没问题，但是加上俯身或者是伸展的时候就会不稳，这个往往其实和你们平常的日常习惯造成的脊部或者是身体习惯，还有一个倾向性，有的人是倾向于屈曲位的，有的人是倾向于伸展位的，就是你的毛病可能是在伸展位才能表现出来，或者在屈曲位才能表现出来。这个时候就是一个动态的练习，它比有些方法就是让你站在一个姿势死站不动，一下时间很长，就是练的会更多一点，更全面一些。实际上传统武术上站桩，它只是要追求一个桩感，就是你能够感觉到身体的内部的运转状态，你的本体感能不能恢复，能练出一种所谓的桩态。这个状态之后，你要去带入到套路，带入到这种实战当中，你的每招每一式都可以进入这个状态下，才有实力
如果你光是站那儿死站，不是说不好，它有它的意义，但是对日常现代人来说效率太低了。大家本来日常生活都已经很紧张很忙了，你要每天拿出那么长时间站在一个地方，去站桩的话，我个人是不是太主张，因为我比较懒，你让我站在那儿待着不动时间很长，拿不出这个时间来。我练出来的东西日常生活中也用不到，因为你平常你站着再好，在那不动再好，你只要动嘛，你别管是跟人交手也好，你日常行走坐卧，你去工作去生活，只需要动起来。如果你只是站在那儿不动的时候，是一个好的状态，你动起来就不行了，那这个对日常生活健康的意义就不是太大。所以我们主张就是百战不如一走，你先把这个动态的有一些基础的动作，像我们做一下人板，就是双手合十，一个空掌状态去练。这个时候，因为手臂和肩膀是形成一个闭环，所以其实上半身是会更稳定一些。大家可以试一下，如果就是这种手臂的伸展和外伸外展，加上往上伸展，就是不习惯的话，可以试试合十的，合十之后会站得更稳一些，练的会更容易一些。还是两个脚分开，重新在一条腿上，五、四、三、二、一，抬腿落地，五、四、三、二、一，俯身，五、四、三、二、一，往上抬头，观想天空高远处有很迷人的景色。你们是要抬头，是要把身体抬高。我的感觉就是，前一阵儿去练温哥华有这个航展，我们都要抬着很高的头才能看清楚。这叫中立位。平常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低头的动作比较多，所以多练一练这个伸展，对你的颈椎、肩膀、腰椎都是有好处的。抬腿、迈步，全脚掌落地，五、四、三、二、一，移动重心，五、四、三、二、一，抬腿落地，俯身，五、四、三、二、一，抬头往五、四、三、二、一，回到中立位，抬腿落地，五、四、三、二、一，移动重心，五、四、三、二、一，抬腿，脚尖点地，向前俯身，五、四、三、二、一，抬头远望，五、四、三、二、一，回到中立位，放松。我们今天大概是40多分钟。我们今天没有休息太多，只是因为讲解动作可能练的不是太多，但是我觉得也起到活动身体的作用，也是有点因为出汗。传统功法有不要求这个大汗，大家微微出汗，身体活动开，得到锻炼作用就可以了。你看看直播的观众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结束。暂时没有问题。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就是第一次尝试这种在练的直播，可能还是麦克风的老问题，也没有太好的办法，我们在逐渐尝试了，希望以后能够得到改善。有的观众已经给我们发一些链接了，说这个麦克风可能会更好，我们会逐渐尝试一下。这个设置的问题，今天把降噪调整的好像
也不是很好，还是有干扰，别的功能。不知道是这个环境的原因还是什么原因，可能还要继续再尝试了。好，那今天就先这样，感谢大家。是的，是。那我们大家观众如果希望还有这种带练形式的直播的话，我们下次再继续尝试。好，谢谢各位。